阿周啊，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从未想过害你。是吗？那上一世，我脖子上的白绫是谁亲手系上的？上一世。是的，我已活过一世，也已死过一次。就死在你的手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楚家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你是在害怕吗？上一世，你屠戮楚家。砍掉我阿爹脑袋的时候，可不是这般胆小。什么上一世，简直是无稽之谈！人怎么可能重活一世？二嫂，你这定是黄粱一梦，你不能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梦而恨我。二嫂，那不是梦，那是我切切实实感受过的炼狱。虚无缥缈。我的痛是真的，我阿爹的血是真的，阿昭，楚家所有人遭受过的苦难皆是真的。阿昭，你从未想过害我。你只怕是恨毒我，恨我阿爹不死，不要，恨我楚家不死。你只爱天下、权势，还有你自己，带着你的虚伪下地狱去吧。小雪，为了所有因你蒙难的大楚百姓，为了我阿爹，为了阿九，还有我自己，小雪，你必须死！眼来不受。兴平3年，萧南王萧玄劫杀边关大将谢燕兰，勾结敌国，意图颠覆大楚。本宫以长公主之名，代天行诛。我自知己，叹命运，只见众生如雨，黄沙淘尽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快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
这局，你有几成把握？萧南王有7个子女，萧玄只是其中之一。在他们这种人眼中，并没有什么骨肉亲情。就算是楚唐真的控制了萧玄，但不代表萧南王就会放弃。萧玄可以死，但萧南王却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我都知道，但是再等等看。到底在等什么？在等谢三，等他带阿宇御驾亲征的消息。你倒是信他。哼，连隔空联手都做得那么有默契。我只是觉得他应该懂我这步棋。他不只懂你，他懂天下所有人。这谢三能得到长公主的信任，倒是让人不意外。阿九，你这语气，莫不是……我只是提醒你，谢三此人最擅长黄雀在后。他此番这样帮助你，定是另有居心。那又何妨？我可不稀罕谢三公子的真心。公子，公子，各州府之前败退的官兵正陆续赶来，加上随御驾出征的8万大军，共约15万人马。萧南王虽号称有20万大军，但大多数都是沿途强征的数万百姓。况且，我们自己还有3万人，已秘密从高阳离开，可随时给予萧南王致命一击。不错。传令下去，速速集结，我们准备出发。是。可千万别让长公主见下，等着急了。公子这次与楚昭不谋而合，当真默契。楚昭请萧玄为质，公子劝动陛下亲征，这连环计，使得妙极。萧南王一生所求，不过4个字：名正言顺。可我偏要让他既失大义之名，又丧父子之情。王爷看起来似乎不太开心，是因为阿姐不负所望，真的抓住了萧玄。我一直告诫我儿，丹药要成，火候最重要。可是他太急躁了，让你们得了先手。不过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就赢了？萧玄被抓，他的命在我们手里。本王有一妻，妾三，共生养了7个子女。所以王爷的意思是，这个儿子的死活无关紧要了。阿寻他很孝顺，所以就算他血溅3尺，也不会让别人用他的性命来威胁他的父王。
我登基以后会追封他为太子，不如我追封你为太子妃，和他泉下相伴呢。你敢？果然，天家无父子。殿下不也是在宫变中踩着鲜血才登上长公主的位置吗？怎么你天真的以为你抓了阿寻，本王就能投鼠忌器？既然王爷连世子的性命都不顾了，想必乱臣贼子的名头更不在乎了。本宫收到消息，陛下即将御驾亲征，王爷猜猜，御驾讨伐的是朔漠，还是萧南？若是后者，那这叛国之罪可就洗不掉了。本宫应承你，若现在收兵，王爷依旧是王爷。你不是应该求本王登基的时候放过那小儿一命吗？或者你现在归顺，我也可以饶你一命。萧红，我和陛下用不着你饶命，你也没有机会与陛下一战。萧寻被擒，他带去楚都的萧南大军群龙无首，必然一击即溃。待陛下的铁骑踏平萧南之日，你与朔漠的蝇营狗苟的密信将会贴满各州城。到时候，云中的20万边军都等着砍你萧南全族的头。本宫会让人把他们一颗一颗挂在城楼之上，示众。史官的笔，本宫也为你备好了。逆贼萧轰，通敌叛国，灭满门。萧南王府的每一条人命，他们挨的每一刀，都在替你赎着万世骂名。你以为本宫抓萧寻是为了要挟你？本宫是要让你知道，我能随时取他首级。若你再执迷不悟，本宫会让你萧氏王府连条枯坟的野狗都不是。火候再重要，也得火燃得起来。萧红，只要本宫活着一日，萧南就休想染指皇位。王爷，这站久了伤腿，要不要坐下来聊聊？小丫头，你以为这局棋是由你来收官吗？本宫要的很简单，退兵，留萧寻为质。王爷依旧是萧南之主。可惜呀，这天下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事到如今，就算本王肯退，也有人不让本王退。谢艳芳已经带着小皇帝来到了阵前，御驾亲征啊，万民称颂，气势如虹，势不可挡。你谋划了这么久，就替人做了嫁衣，你甘心吗？我只知道，王爷必须得答应我的条件。王爷7岁摔马断腿，先帝却对此多有挑剔。您苟活至今，竟当真甘心死在我一个小女子手里？长公主体恤王爷，特意为王爷准备了降书，只要王爷盖了大印，即刻发往楚。本王为了平息本次叛乱，连世子都交出去了。你又能给我什么呢？镇国王的称号，王爷以为如何？
长公主信上第一句话，倒是开篇明义啊。此战绝不能打。长公主说，她已擒获萧南王世子萧寻，以萧南王全族性命胁迫，萧南王已被迫退兵，但求朝廷赦免其父子之罪，仅令萧寻入京为质，封萧南王为镇国王。长公主这是不是太客气了？不罚就算了，还给萧南王加封？荒谬！谋逆大罪，岂能轻赦？依老臣之见，该让萧南王亲自回京请罪才是。长公主信中所言，朝廷虽兵强马壮，可朔漠蠢蠢欲动。萧南王蓄谋已久，若战事持续，恐天下大乱，10年难平。萧南王有反心而无反骨，若挫其锐气，他必定步步谨慎。因此，朝廷便可不战，而屈人之兵。不战屈人之兵，就如同锦衣夜行。就算我们肯，那谢大人肯吗？如今陛下已经集结人马，准备御驾亲征，我们却在后方与萧南王讲和，骂名可想而知啊！如今太傅身边拥者众多，能和谢氏分庭抗之，全赖先帝托孤，让太傅手握玉玺。他们依附的不是你，而是你手中的权柄。乱世太平靠武将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君王之命尚且如此，又何况是监国之权？所以邓大人，你是要当乱世的太傅，还是要当盛世的太傅？懿旨。是。臣等恭请陛下圣安。平身。谢陛下。太傅日夜操持朝政，辛苦了。为陛下守好江山，是臣的本分。有太傅坐镇，孤才能安心出征。太傅是功臣。只是，似乎未见谢大人。舅舅主动请去萧南君善后，等萧南解决后，再回京。事关重大，谢大人一人决断，会不会不妥啊？那是姑的血缘至亲，能有何不妥？太傅是觉得舅舅处理不好萧南君的问题吗？臣不敢妄言，一切全凭陛下做主。皇叔的车驾已经进城了，后续事由就交给太傅安排吧。臣遵旨。没想到，本王还能与长公主有一战的机会。就那几千兵马，也敢来围攻我们萧南郡？什么将门虎女？我看呀，分明就是楚灵的一世英名，要败在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儿手里。这种小事啊，王爷不必管了，让末将去教训教训他。王爷，长公主想与您谈谈。长公主来做事。既然他要谈，那你就跟他说，本王腿脚不便，不能出门。不过王府的大门为他敞开，他随时可以来谈。你我都知，此乃鸿门宴。你若进了萧南王府，那便是羊入虎口；你若是成为了萧南郡的人质，楚都恐会左右为难。你多虑了，太傅和谢艳芳巴不得我殉国呢。你信不信，他们连追封的谥号都想好了？此事绝非儿戏，你可当真想好了？
我知道你的担心，萧南王这个老狐狸，连谋反都要打着护驾的名号。若是长公主死在萧南王府，你猜史书会怎么写他？这逆贼的罪名，不想担也得担上啊。所以，阿九可愿陪我赌这一局？当然，莫说是萧南王府，即便是黄泉地府，那也得去。这一次，我们都要好好活着，必须活着。好一个王府，这规制倒是把想要当国君的心思给刻在门楣上了。那我就断了他这个念想。王爷的茶怎能不喝？楚娘子好胆魄呀，就不怕本王在茶水里做手脚啊？本宫是镇国长公主，可与王爷马背争锋，刀下见血。若是允于阴鬼毒酒，岂不让天下人看了王爷的笑话？本王即使是屠户，也知道刀下留良将的道理。何况本王还钦佩楚将军，楚将军故去，本王还指望着楚娘子继承衣钵，怎会加害于你啊？谢王爷谬赞。既如此，便请王爷撤了围困楚都的10万铁骑吧，莫让百姓做了黄泉路上的枯骨。楚娘子是将门之后，一定熟读兵书吧？你读没读到过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啊？新朝立，旧朝亡，就像这香炉里的香灰，总得有人去扫，才能燃新香啊。若是陛下赐王爷金喜寿，享诸侯王权，王爷可能停战。长公主，王爷可自己传一国之玉玺，哪还需要什么惊喜啊？哎，楚娘子这退兵的筹码可不小啊！可你一介女流，怎敢承诺我诸侯王权呢？我若说能，便是能。本王现在明白了，你不是为了那小儿，也不是为了朝堂上的诸公做说客，你是为了天下的百姓做说客呀！好一个菩萨心肠啊！我不是菩萨心肠，
本宫是大楚长公主，自是不能看大楚崩乱。本王之前说过了，一直钦佩楚将军，又十分欣赏楚娘子。你看，你与本王联手如何？如何联手？本王如果称帝，那阿寻就是太子，你依然做太子妃，以后你就是大楚的王后。我还可以答应你，掌管边军的兵权，且独立于朝廷虎符之外，如何呀？原来做萧寻的王后，还能换得这样的权利啊！本王没有跟你说笑。我知道，王爷是真心实意，但很可惜。本王给你的还不够吗？你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请王爷止战。哼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本王可以说服你，你没有资格说服本王。我也不是来说服王爷的，而是来威胁王爷的。你如何能威胁我呀？萧寻，话说寻儿这孩子，至今还留着长公主的庚帖。当初她跪了3日3夜，说什么非亲不娶，长公主请旨退婚。寻儿一直不明白，她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今日一看，答案是了然了。这位就是谢统领吧？早闻威名啊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当时宫变，统领率着轻骑破万军，真英雄也。王爷说这话当真有趣。我退婚是为了大楚的江山百姓，可不是因着儿女情长。王爷这般威名眼界，何谈逐鹿天下？好一张利嘴啊！不过本王没有忘的话，谢统领的兄长也是胸怀大志之人。如果来日刀兵相见，谢统领站在哪一边呢？我效忠的是陛下，是长公主，是大楚江山。谁谋害皇嗣，谋害长公主，便是我这剑锋所向。果然是以一敌百的英雄。少年有为。王爷可知，能以一敌百的不止谢统领，还有龙威军。龙威军？龙威军，王爷一定听说过吧？以少胜多，平了皇城叛乱的龙威军，那是我爹倾心尽力培养的。他们神出鬼没，可以伪装在各处。王爷又怎知你这萧南王府就没有？若是王爷今日肯退兵，便当无事发生。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威胁？你想用龙威军杀了寻儿，还想杀本王？王爷大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赌局。城外5000兵啊，城内5000龙威军。倘若里应外合，王爷又该如何应对？来人，准备上房，好好的款待长公主。房间里安排的那几个人可以撤掉了。
内宫太查栖息部不堪大狱。王爷，谢燕来这小子却非寻常之人，有他跟着楚昭在，我们着实不好下手。宁坤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当年楚灵与先帝培养龙威军，这龙威军最可怕之处就在于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们何时何地会出现，是防不胜防啊！通知薰儿小心提防。是。这硕大的院子，连一声鸟叫都没有，真是静得诡异。小心！萧南王好雅兴啊，连待客用的茶都是今年雨前的龙井，可惜茶凉了。明知这是鸿门宴，我们应当更加小心。万一萧南王真的下了毒，他不敢。至少现在不敢。萧南王要的是名正言顺4个字，若是长公主死在他府上，你猜，百姓的唾沫会不会淹了这座王府？你明知龙威军根本就没有在萧南郡，方才还那般的虚张声势，你就不怕萧南王看出破绽？其实我告诉你，龙威军的可怕之处是让人相信他们无处不在。别急，有人现在比我们更煎熬。萧南王生性谨慎，若无万全之策，不会轻易有所动作。他让萧寻进京，是因为他觉得时机到了。我们越是从容淡定，就越让他对自己的判断有所怀疑。等他觉得时机未到，自会让萧寻退兵。所以方才你在堂上，是对萧南王攻心，让他觉得自己并非百无疏漏，逼他自己乱了阵脚，从而退兵。不错，所以阿九不要心急，我们慢慢等就是。我们就耐心的等萧南王的决定吧。听说这里是全萧南王府风景最好的去处，我们可不要辜负了王爷的一番美意。